舅舅，今天给我们做什么好吃的呀？大家好，今天我们一起来做竹炭流沙包。这包子不仅仅是味觉的享受，更像是一种视觉与味觉的双重惊喜。外表低调，内里却是爆浆的华丽。先准备个流沙馅、咸蛋黄2个，加点料酒去腥，接着放入蒸锅蒸8分钟。吉利丁片2片，5克重，剪成小片后用清水泡软。如果家里有吉利丁粉，不需泡水，可以直接用。料理盆倒入预先软化后的牛油70克，再加入细砂糖70克，拌匀。接着依次加入奶粉15克，蛋黄粉12克，浸泡后的吉利丁片，搅拌均匀。再加入室温牛奶35克，水煮蛋2个，只取蛋黄。这蛋黄内馅用水煮蛋与咸蛋各半做法，这样既能节省咸蛋黄的用量，又能调节口感。混合后咸香不至于太重，口感更温和，少负担，而且吃多了也不腻。再来将蒸好的咸蛋黄一起加进来，蒸好后的咸蛋黄趁热压碎，颗粒会更细腻，做流沙馅时口感更滑。将备好的蛋黄过筛入黄油内，拌匀后是这状态。这时候炉开文火，再将备好的蛋黄馅倒入个小奶锅内，文火加热，流沙咸蛋黄加热。原因主要是咸蛋黄本身是颗粒状的，加热后油脂会被逼出，颗粒变得松沙，才有那种流沙的质感。咸蛋黄遇热会释放特有的咸香油脂味，不加热的话风味不够浓郁，加热能让它们充分乳化，变成顺滑。全程文火加热了约5到7分钟，再次过筛，成品会更细致。过筛后放入冷藏，这蛋黄馅建议大家在前一天准备好，这样就会轻松一些。第二天开始来准备包子皮了。普通中筋面粉300克，竹炭粉6克，30克白糖，酵母3克，拌一拌，再加入室温牛奶180克，牛奶边加入边拌匀。竹炭粉本身没有明显的味道，主要是做点视觉上冲击，那若不加，就做成白色包子也没问题。拌成面絮后，再用手揉匀。最后再加入猪油15克，家里没猪油的朋友可以用一般食用油替代。把揉匀后的面团盖上，发酵至2倍大，今天气温30摄氏度，约1小时。这时候取出冷藏后的蛋黄馅，切分成小剂，每小剂15克。搓圆后，继续放入冰箱冷藏。取适量翡翠莲蓉馅，这可以买现成的，一样分成15克小剂。取莲蓉馅摊开，再把蛋黄馅球包裹起来，揉圆。把蛋黄流沙馅裹上翡翠莲蓉，不仅能固定流沙馅，不容易露馅，还能让口感层次更丰富。
很多港式点心都会这么做。裹上莲蓉的内馅就不需要再冷藏了。这是发酵后的面团，用手指戳动，不回缩，不塌陷，就说明发酵好了。发酵好的面团取出，轻轻排气，再切分成40克的小剂子。今天这面团分量可以完成包子13个。将每小个面剂揉圆，顺序排列，松弛5分钟，防止面团回缩。接着再取出第一个小剂面团，用3折3叠做法，将面皮擀平。发酵后的面团里有很多气泡，折叠能把大气泡挤掉，让包子皮更细腻，不会有大气孔。折叠相当于反复叠面，能让面筋网络更均匀，蒸出来皮更柔软有弹性，包的时候也不容易破皮露馅。折叠让面团结构更好，避免气孔粗糙，擀开可以让皮子厚薄均匀，方便包馅。所以两步结合，既保证了口感，又保证了美观。待全部完成这折叠擀平环节后，开始来包包子啦。将小面团擀成中间厚、边缘薄的圆片，中间厚度能托住流沙线，不容易破皮。取一个预先备好流沙线球，放在面皮中央，再收口，捏紧封口。收口一定要捏牢，否则蒸的时候会漏流沙。流沙馅的包子比较软，建议用个蛋挞膜垫底，成品才不会塌陷。双手夹着包子，轻轻转，将生坯搓的比较高一些，蒸熟后的包子才会又圆又挺。包好的包子放入蒸笼，隔开摆放，做第2次发酵。取个剩下的小面团，搓圆，再放入水杯中，待小面团浮起水面1/3后，说明包子发酵完成。蒸锅加水烧开后，放入包子，大火蒸8分钟，关火后不要急着开盖，先焖2分钟再揭盖。打开竹炭流沙包时，外皮的轻微弹性立刻带来惊喜。黑色的包子皮柔软，带点韧劲，口感比普通白馒头更细腻。最惊艳的还是内馅温热的流沙缓缓流出，带着咸蛋黄的颗粒感与黄油、牛奶的香气交织，咸香中透着一丝甜润，加上翡翠莲蓉相佐，口感浓郁中带点清香，完全不腻。竹炭粉本身没有明显的味道，但带来一种独特的视觉冲击，
黑黄对比让人忍不住多看几眼。吃完后，唇齿间还留着淡淡的奶香和咸蛋黄的沙沙感，让人回味无穷。它既像甜点，又带着一丝中式点心的熟悉味道，非常适合搭配一杯热茶或咖啡。这包子不仅仅是味觉的享受，更像是一种视觉与味觉的双重惊喜。外表低调，内里却是爆浆的华丽。对，吃了开心。